Hello， 大家好，我是林老师。I'm mentoring with Miss Lin from Taiwan. Welcome to join this big family.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How do you memorize Chinese character？ 大家是怎么记中文字的呢？那今天我还蛮兴奋的，因为我今天邀请到 Katrina 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要怎么样才可以帮助大家记中文字 ？How to memorize Chinese character easily? This is her expertise. She even has her own course talking about how to recognize Chinese characters. If you also have amazing ways to memorizing Chinese character, leave a comment down below.就是一直重复写，没有特别的方法。老师会告诉你，这是我们今天学的字，回去写10遍、20遍，然后明天考试，就这样。真的，我们的课叫做国语课，然后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练习本，那个练习本上面，老师会先教你部首。就要一直写，然后写错了，老师还会圈起来，再写一次，叫我们订正。对，就是写错了再写10次、20次这样。你觉得学部首对初学者来说，重要吗？对我来说，我觉得很重要。虽然以前我们也没有学部首是什么意思，但是的确是有一个逻辑的。你觉得呢？我觉得部首非常重要。如果你认识了一些，比方说，非常常见的部首，你可以利用这一些部首认识更多的汉字。然后，当你看到新的汉字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汉字里面有你认识的部首，你可以更容易的去猜这个汉字的意思，甚至它的发音。而且我觉得蛮快就能得到成就感的，特别对初学者来说，你就可以马上看到啊，我认得，我记得这个意思，然后一下就会猜到或是选到这个字。对，没错，有点像是拼图的概念。对，我觉得如果你已经在台湾或中国，你已经在那个环境，要学习汉字非常容易，因为你每天起来就可以看到很多汉字，你出门买东西、吃东西，你看到的汉字，其实我觉得60-70%会是一样的。如果你多注意身边可以看见的汉字，比方说你去买一杯珍奶，看到去冰，每次你都点去冰，然后你每次在菜单上面或者饮料单上面看到去冰，你就会认得，应该是慢慢的认得，不用太努力的，你就可以认得这些汉字。所以注意身边常常看见的生字啊，还是汉字，我觉得非常重要。对，特别像你刚刚提到说，像我，因为我超爱喝珍奶，然后所以我会特别对招牌我喜欢的东西很有感觉，所以莫名其妙的我就这样记住了。然后先从自己生活周遭的自己有兴趣的先去记，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乐高，就是这样子就慢慢累积起来了。没错，对呀。其实有一点像是孩子学中文的概念，小孩子也没有人教他，但是经过一再的重复，可能有些字或者有些句子一再重复，他们听见一样的句子，他们就学起来了。那我觉得认汉字也是一样的道理。对啊，而且你已经在台湾了，你看到招牌交通号志，如果其实不会的话，就去查不到就去问。对，没错，尤其像有一些学生，外国学生，他们吃素，所以每次他去素食店，一定会看到那个素那个汉字，所以你说他能不记起来吗？如果他记不起来，那也真是太奇怪了。我觉得，如果你是吃素的人，每天去素食餐厅，你一定认得那个素那个字，对不对？的确，而且就很像是图像记忆法，它就在你前面，它其实就像一个图片，你就这样一直看它，就是可以催眠自己。其实它根本不是中文字，它是一个符号。对，有点像符号，不要把它想成是中文字，就是一个符号，然后你每天看得到的符号，你看到这个符号，你就知道哦，这个是素的意思。
或者是你看到这个符号，你每天看到你就知道哦，这个符号是肌肉的意思，这样。真的，还有例如说，这个我很喜欢用这个例子，我上礼拜才跟学生用这个例子，就例如说，我跟学生在学这个新的生字出口，那我就想到啊，就像逃生门的出口，这个一定要会的嘛，这个第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安全问题。对，第二个就是你一定会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利用 Google 的图片功能，因为如果你在 Google 上，你可以选，你想要马上看这个相关类似的图片，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记忆方法。教学生我也是这样教。哦，真的哦？对，我直接给他们看 Google， 就说好，我们一起来查这个生词。你看 Google 上面有很多这样的图案，对。对，我同意。就是与其跟他们讲翻译，那你倒不如给他一个真实生活的那个字或者是图像。如果学生不在台湾呢，我没有这些自然的生活中的刺激怎么办？我觉得如果没有环境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自己想办法创造环境。比方说，你可以在你的床头或者是家里的一些地方放一些便利贴，便利贴上面呢写一些你学过的汉字，这是一个方法。对，这是一个方法。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呢，可能就是要规定自己在固定的时间复习汉字，因为你没有环境给你这个机会去看、去认一些汉字，所以你必须要创造机会，创造自己的环境。对，不喜欢写字的学生，我发现请他们打字，把自己刚学到的生字打字打下来，因为要选字嘛，要先认字才选得对。对，没错，就是你在选的过程。这个剔除错误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加强练习。对啊，因为一定要先认得汉字。我不会要求我的学生一开始就要写汉字，因为很吓人。一开始你要让他们写那么多笔画，我觉得如果我自己是外国人，我也会觉得天哪，太可怕了。所以我会先鼓励学生认汉字，然后再鼓励学生用手机打出汉字。然后他们在打字的过程中，就像你说的，会找适合的汉字，对不对？就是找对的生字、对的生词。对，因为如果有时候选错字，你知道很尴尬。选错字有时候会闹很多笑话，所以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个动力去认汉字，因为他们不想要闹笑话，所以他们就会有动力去认得汉字。而且特别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你可以现学现卖，然后特别像如果用手机的话，好像马上就缩短跟人的距离，因为你是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跟人家沟通的。没错，会有成就感。如果你的台湾朋友或者是说中国的朋友看到你用中文字，真的用中文字，不是用拼音哦，用中文字打字聊天，我觉得我们母语人士会觉得哇，你好厉害哦，你会打中文字，你会认得，至少你认得中文字这件事情。我听你的 podcast， 然后我听到你在学西班牙文嘛，然后德文是不是？不好意思。对，那因为我现在住法国，然后法文有conjugaison，它有 masculin féminin， 就是你可以分阴性阳性，德文也有嘛，对不对？还有中性。对，还有中性，所以我不可能说没有啊，我就是没有要做动词变化，我就是没有要分阴性阳性，反正你听得懂就好了。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态度学习，你就不要学吧。我觉得就不要学了，就是要学就把它学好。就这样子，不要说学一半，这样子算什么？对啊，而且完全会有一个沟通上的隔阂，因为相似的发音太多了。
没错没错。因为我目前在自学日文，然后所以我很喜欢用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就是利用社群网站，然后追踪自己喜欢的人事物的账号，然后去阅读别人的贴文或者是贴文的标题，这样子也可以增加认字的能力。可以啊，可以，对对对。我在学德文也是啊，都会去找一些相关的资源去学习，所以我觉得社群媒体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然后最后一个我们要谈的是 App。APP， 台湾人说 APP， 对，台湾人说 APP， 对，我觉得可以啊，是个不错的方法，因为它很方便，现在手机人人都有，所以有时候。比方说我们在坐车通勤等人的时候，那种比较零散的时间，就可以把手机拿出来学一下认字，所以这个时候 APP 就发挥它的作用了。就太方便了，就想说啊，我不会这个字，我就赶快查一下，查完之后知道意思了，然后立马忘记，因为他会觉得他的大脑告诉他说，反正不会，看手机就好了。所以他的大脑不会训练，不会有那种想法是我要赶快把这个字记起来，因为下一次可能需要用到这个字，我必须要想起这个字。可是现在他的大脑是告诉他说，反正我只要不会这个汉字，我查 APP 就行了，就太依赖，对。我觉得可能是 APP 它是一个就是机器的东西，所以它其实我们人练习了几次之后，其实我们大概就可以预期说下一个出来的测验是什么，下一个就是有预期性。可是生活中你看到的汉字是没有预期的，没错。而且我要说一点，就是在 APP 上很多的汉字都是一样的字形。可是我们生活上的汉字有不一样的那种，对耶，真的字体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字体完全不一样，还有手写真的很难，每一个人手写的这个style 也是不一样。没错，我们的风格写出来的风格不一样。对，所以我常常跟我自己的学生说，你可以看书学汉字，你可以用 APP 学汉字，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让你的眼睛去认得或者去熟悉每一个汉字不同的样子，它可能出现不同的样子。对，就是真的这点非常好，因为我的学生他们有跟我讲，就是说为什么课本看得懂，菜单看不懂，明明就是一样的字。我说字体是不是不一样？他说对，为什么这个看起来比较有勾，然后那个看起来没有一个勾？我就说你要试着去接受。我就说，我也不知道有那么多不同的字体，因为字体也不是我发明的，但是你就是要慢慢的用眼睛去慢慢的习惯它，慢慢接受它，这样子要习惯。对大家，所以记得要去接受它，然后要慢慢习惯，然后也要逼自己去看，去看招牌，去看生活中的广告、文宣、杂志。如果觉得太多了，太恐怖了，那先从自己喜欢的开始，我觉得也不错。常用的开始。对，常用的。对。